我是大越第一女相师沈之意，遵先祖遗命，下嫁靖安侯世子萧成宇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本想以沈家气运替萧府逆天改命，只可惜夫妻对拜。世子，世子，不好了！如烟姑娘突发急症，高热昏厥，怕是不行了。什么？程宇，你要去哪儿？母亲，如烟曾在边关救过孩儿性命，如今她命在旦夕，孩儿岂能坐视不理？这拜堂拜到一半，新郎官跑了。早就听说靖安侯世子心有所属，是沈家小姐死皮赖脸非要嫁给他。这下当州被打脸，热脸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小姐，您没事吧？之意呀，程昱他是一时糊涂，你且先回房歇息，待他回来，我定让他给你赔罪，重新拜堂。老夫人不必费心，该回来的自然会回来，不该回来的强求也无用。你这是何意？老夫人可知道我为何要嫁入侯府？这还不是当初老侯爷求到咱们相师府前，要我们小姐下嫁你家，替你们逆天改命。所以萧成玉今日这么对我，老夫人，您说侯府前途将会如何？这坤卦六断，夫妻失和，侯门气散，必招大祸。新婚夜，萧成玉抛下我一人拜堂，踏碎的不止这桩姻缘，还有他侯府上下320口人的前程。胡闹！去把世子给我找回来，就算是绑，也要给我绑回来。是，老夫人。萧成玉一夜未归，第二日请安，他已经带着如烟候在堂前。程昱，你给老娘跪下！母亲，如烟病得厉害，儿臣实在放心不下。夫人，都是如烟不好，如烟病的不是时候，耽误了夫人和世子的大婚，如烟罪该万死。和我算得分毫不差，寅时3刻，阴煞入堂，侯府的劫难开始了。萧成玉，你只知道他可怜，却不知他才是你侯府劫难的开始。如烟一介弱女子，对豪门里的弯弯绕绕丝毫不了解，你又何必逼她下跪？是她自己要跪的，不是我让她跪的。如烟与我有恩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昨夜我已决意，让如烟入府。以什么身份？入府为妾，地位绝不要过你去。世子说的这般理直气壮，那知意倒想问问，你可知我为何要嫁入侯府？3年前，你父亲靖安侯临终前亲赴我沈家相师府，3跪9叩，求我父亲将我许配于你。因为你们萧家有难，靖安侯府3代将门杀孽深重，煞气缠身，本该在你父亲那一代就绝了后。是我父亲勉强压住你们侯府的命劫，许你婚约，原本就是来替你们避灾的。你少拿这些鬼神怪谈的话来唬我，侯府好好的，能有什么劫难？世子不信，那知意便再说一句：
若你今日执意让他入府，3日之内，侯府必见血光。夫人，您说什么？够了，沈之意，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让我赶如烟出府吗？如烟知道自己惹夫人为难，夫人不语，如烟这就离开。不许胡说！你一个弱女子，离了侯府，你该怎么活？世子，如烟本是漂泊无依之人，遇见您已是3生有幸，你千万别因为如烟的事惹夫人不快。知意，老夫人请讲。知意啊，你是主母，应该大度。如烟一个弱女子，若你执意赶她出府，传出去反倒让人说咱们侯府薄情寡义。所以，世子和老夫人是铁了心让她留下。沈之意，你不让如烟入府，无非是嫉妒拈酸。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有半分主母的格局？世子错了，我还不屑为一介孤女寒酸拈醋。我沈家乃名门世家，世代长天时，定变法，断吉凶。我自小在家，跟母亲学的就是如何做好一门主母。那你为何执意不让她进门？主母之道在于为家族避灾挡劫，我不让她入府，是因为她命带七杀，克夫、克己、克子，侯府320口人必会因她危在旦夕。你少危言耸听，几句荤话也想让本世子怕你？世子信与不信，侯府命皆在哪里？言尽于此，好自为之。知意，你这就过分了！新婚第2日便出口诅咒夫家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人也不信。这沈大人亲手绘制的牌匾碎了。当年先侯爷求亲，我父亲以我沈家之运保侯府昌盛。如今象征2家羁绊的牌匾碎了，你说你们侯府命格会如何？沈家题匾用的是沈家历代长天台郎亲手绘制的法器，能镇宅辟邪，护佑家宅平安。如今竟在我眼前碎裂，难道沈之意说的是真的？一块破木头罢了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年久失修，没维护好，巧合而已。都到这一步了，他还在自欺欺人。既然世子不信，那如烟姑娘作为您的心爱之人，怎么能进门做妾？岂不委屈了她？你什么意思？如烟姑娘有恩为世子，不如您将她娶进门做平妻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当然。如烟，你听到了吗？从今以后，你便是这侯府的平妻，再不用受委屈了。世子，如烟何德何能？你救过我的命，这天下没有你配不上的。如烟多谢夫人成全，不必谢我。世子，既然如烟是以平妻身份进门，那如烟的孩子也该接进府中来认祖归宗了吧？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母亲，如烟她膝下有2子，是我的骨肉。你说什么？3年前我遭人暗算，是如烟舍命救我，为解她身上的气毒，我只好与她。也就是那夜，如烟有了孩子。原来如此，身中奇毒，让人报恩报到床上去，真是好心机，好算计。老夫人，如烟本来不想提的，只怕世子为难。如今夫人既然同意如烟进门，如烟只求能让孩子有个容身之所。傻瓜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孩子年纪小，怎么能没有亲娘在身边照顾？
如烟已经惹了夫人不快，不想再添麻烦。只要能让世子高兴，如烟什么都愿意做。知意，如烟毕竟给我们萧家留了后，既然你都答应让她做平妻了，便让她孩子也进府吧。老夫人确定？这孩子八字带弱，和侯府命格相克，若他入府，只会加速侯府衰败。你放心，毕竟你先入的门，以后你的孩子终归是长子，就算孩子入了府，地位也越不过你。说的是。还是知意识大体，这下侯府也算齐全了，往后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老夫人说的是，只不过这一家子与我无干。知意啊，你是咱们大越第一相师，正好你给算个好日子，何时让如烟和孩子进门最合适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便是好时机。好，今日便今日，我这就叫下人来安排，把西厢房收拾出来，让如烟和孩子今夜就入住。既如此，世子与如烟姑娘的合景交杯酒，知意先饮为敬，祝侯府满门昌盛。沈之意，算你识相。清代，小姐，吩咐自家人收拾嫁妆，回史家。你说什么？既然世子对如烟姑娘有意，而我又不愿拈酸吃醋，自降身份，不如你我婚事就此作罢。你什么意思？昨晚世子与知一并未完成合景权礼，这桩婚事便不作数。沈之意，你又给我闹什么？说让如烟留下的是你，吃醋耍性的也是你，你到底要怎样？侯府3代将门，杀孽深重，你父亲终前特意求我沈家借福避劫，可如今这劫我挡不住，便不挡了。你，沈之意，你少拿天命吓唬人！今日你若敢走出这个大门，我便昭告天下，你是被我侯府休弃回家，看谁以后还敢要你！不劳世子操心了，从此我们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夫人别走，都是如烟的错。如烟这就带孩子离开侯府，您千万别因如烟伤了与世子的夫妻情分。沈小姐，你赢不了我的。如烟姑娘，戏演得太过假。原本我不屑与你计较，可你非要踩到我脸上，就不要怪我下你的面子。老夫人利用你安抚世子，世子用你报恩恕罪，等他们因为你家破人亡，你说他们会怎么对你？小姐，侯府真会倒大霉吗？当然，侯府气运本就是我父亲以我婚约为契换来的，尊重他人因果是每个相师该做的。那个如烟姑娘呢？侯府之人对她处处利用，覆巢之下言有完卵。他沈之意竟然真的踏出侯府大门，马上散布出去，就说是侯府休了他，我看他日后在京中该如何立足。世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是小少爷惊厥高热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儿子这是怎么了？求您救救他！夫人，您先起来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怎么回事？我儿上午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这样？小世子恐怕并非普通高热，而是什么？这在下的医术也治不好，还是请您
另请高明吧。大夫您不能走啊！要是我儿子有个3长2短，我也活不成了。我的孙儿怎么了？母亲，孩子突然惊厥高热，连大夫也束手无策。你说什么？知意走的时候曾说，侯门煞气入府，若你强行把他留在府中，3日之内必见血光，应验了。难不成知意说的都是真的？什么？世子，您这么看着奴家干什么？世子，如烟早就说过，不愿因一己之事破坏您与夫人的感情，可他为何仍怀恨在心，编出此等瞎话栽赃我？如烟说的对，这就是沈知意在装神弄鬼，他想让我后悔，想让我8抬大轿求他回侯府，我绝不。我定北侯府3代将门，功名利禄哪个不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？我不信其他，就信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世子明鉴，夫人刚一走，孩子便突发高热，难不成是他害了我的孩子？沈知意，我只是要纳如烟为妾，你却用此下三滥的手段不依不饶，这笔账我要你血债血偿。快，再去找大夫，全京城谁能医好小世子，侯府重重有赏。怎么回事？外面都在传，侯府把你休了。是我不满定北侯新婚夜抛下正妻，反去陪一个外室，自请回府的。荒唐！他萧承玉竟敢如此待我女儿！父亲切莫生气，侯府自甘气绝，非你我能改的。当年先定北侯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嫁女镇宅，我以10年阳寿替他侯府续了契约。如今他儿子竟这般糟蹋我女儿！老爷，定北侯府来人说，他家小世子突发急症，不知小姐是否能回去看看？你打算怎么办？该说的话我早就说了，剩下的路要看他们自己。定北侯府的门，我绝不会再踏入一步。萧承玉，这第1集不过是个开始。小姐，外头那些人都说的什么混话？说您被侯府休了，说您失了宠没了依靠，还说您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。让他们说。小姐，您不生气？这有什么？让他们笑，日后才知晓什么叫悔不当初。北方阴煞证据，目标直指侯府。侯府？小姐，侯府怎么了？有人动了不该动的东西，侯府要热闹了。这正院的布置太肃静了，哪像是侯府该有的气派。秋文，把琉璃屏风搬过来，还有西域进贡的那块波斯地毯都铺上。夫人说的是，这院子之前那位住的时候，冷清的跟安堂似的。沈知意是侯府的弃妇，从今往后，我才是这侯府的当家主母。这正院是我的。阴煞事主，7日内必见分晓。侯府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这床硬邦邦的，怎么睡人？秋文，去叫人把这床抬出去。夫人，这是先夫人陪嫁的紫檀拔步床，世子爷近来也很珍视。什么先夫人？我才是这侯府的夫人，我说抬走就抬走。沈知意的东西一样都不能留。这破镜子灰扑扑的，挂在这里碍眼。来人，给我取下来，扔到库房去。夫人使不得，这铜镜是镇宅之宝，老侯爷在世时从道观请来的，能辟邪镇煞，动不得呀。辟邪？我偏不信这些，给我取下来。不过是风大罢了，抬走抬走。
镇宅铜镜呢？程玉，那镜子又旧又丑，我让人收起来了，咱们换面新的好不好？罢了，你开心就好。世子爷，西片院的丫鬟小桃昨夜撞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到现在还昏迷不醒。什么？程玉，府中怕是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鬼神之说，向来荒诞。这刀自己飞起来了！闹鬼了！我不干了！马受惊了，快跑！快跑啊！世子，老夫人，方才府中接连怪事，菜刀凭空悬浮，连院外的马匹也无端受惊狂躁。竟有此事！程玉，最近府里坏事一桩接一桩，娘总觉得这房里有什么东西，阴冷阴冷的。母亲，儿子加派人手守护，您别怕。老夫人，如烟从小体质特殊，能感应到一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府中确实有邪祟作祟，怨气极重，若不驱除，恐危及老夫人性命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按你的法子，此时藏厨房梁上，让菜刀凭空浮起，还有马匹为了草药立刻发狂了。这下侯府上下都心闹邪祟了，赏！全凭夫人筹谋周全。接下来散布消息说侯府惹上了不干净的东西，需高人驱除。万一被识破，嘴严实点，否则你的下场比那匹马还惨。夫人放心。老夫人这样子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程玉，不如办一场祈福法会吧，广发请帖，请京中高人，定能驱邪。京中高人哪是那么容易请的？我来操办，一定隆重。老夫人这样子拖不得。好，你来办吧。还是如烟心细，不像那个沈之意，除了盼侯府倒霉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侯府祈福法会，他们怎么有脸送请帖来？小姐，我这就撕了。撕他做什么？祈福法会有意思。小姐，那如烟分明没安好心。阴煞事主，这热闹，我岂能不去？什么意思？侯府的怪事儿，不是鬼做的，是人做的。如烟自导自演这场戏，我若不去，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番苦心？各位贵客远道而来，如烟感激不尽。今日祈福法会，专为驱除府中邪祟。今日老夫开眼，以观侯府阴气源。不好了，阴气最重之处就在老夫人房中，3日内必有血光之灾。程玉救我！程玉，让我来试试，我能感觉到邪祟的位置。老夫人别怕，如烟是来救您的。夫人，侯府此番危局，唯有一位贵人能化解。快说，是谁？便是夫人您。想要彻底化解，必要为您抬高身份，后备财帛。侯府一应皆由夫人执掌，方能保侯府平安。我当是什么？原来是帮如烟姑娘敛财夺权。沈之意，你来做什么？你这罗盘是城东8仙阁租的吧？1天30两，刻度都装反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老夫这可是祖传法器。8仙阁的掌柜姓钱，最爱在罗盘背面刻一个钱字。你的罗盘，敢不敢翻过来给大家看看？
姐姐什么意思？这位可是高人，是我亲自请来的。高人，如烟，你确定要继续演下去吗？天机盘显真，用聚阴粉制造白影，夫人放心，保管逼真。是你，侯府之前的怪事都是你干的！不是的，程昱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想帮你，我想证明我比沈之意做得更好。帮我？你确定不是为了嫁祸于我，好稳固你当家主母的地位？怪事根源在于有人动了镇宅铜镜。是你，贱人！来人啊，给我拖下去，重责50大板！老夫人饶命，世子饶命，我错了。之意，留下吧，我求你。世子，覆水难收。之意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听信如烟的话。世子，迟了。世子好自珍重。沈之意，你个弃妇，侯府不稀罕你，程昱不过是可怜你罢了。闭嘴！来人，将如烟禁足西院，我命令不得踏出半步，撤去所有伺候下人，收走所有珠宝美器。不，程昱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为你生了2个孩子。若不是看在你生了一双儿女的份上，我今日就将你逐出侯府。来人，将2个孩子交给嬷嬷照看，不许如烟再见。侯府契约已尽，世子好自为之。之意，我错了。萧承玉啊，萧承玉，你机关算尽，到头来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，活该。灵儿，瑶儿，娘好想你们。世子当心，这石头路雨天湿滑。你是哪个院里的？回世子，奴婢红袖是老夫人房里的贴身丫头。我筹谋多日与世子接近，今日总算近了他一步。世子爷，天凉了，奴婢煮了姜茶。放着吧。世子最近太操劳了，奴婢看您眼下的青色，定是没睡好。世子若心里苦，奴婢愿意陪着。奴婢虽然不懂大道理，但知道有人陪着，心里总能好受些。红袖，世子，红袖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绝不会！春杏，拿着银子去找城东混混刘三，让他伪造几封情书，冒充红袖早年与人私通的证据。夫人，这事要是被发现了，怕什么？再取50两银子，收买老夫人房里的粗使丫鬟翠儿，让她作证说见过红袖与外人来往。是。红袖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
如烟夫人说了，只要你作证说见过红袖与外男私会，这银子就是你的。当真？50两？你就说看见红袖在偏门处与一个陌生男子说话，神态亲密。好。姐姐，如烟收买了翠儿，还让人伪造了情书，打算在老夫人面前告发你。去找老夫人身边最信任的管事嬷嬷，告诉她我遭人陷害，把这包东西也交给她。这是什么？如烟买通混混刘三伪造情书的收据，30两银子，白纸黑字。老夫人，红袖背地里与人私通，这些是情书，翠儿可以作证。红袖，这是真的吗？老夫人明鉴，那些信是假的，奴婢请求当场验看笔迹。如烟，这笔迹不对，这是他故意换了笔迹。老夫人，这是红袖姑娘昨夜交给老奴的，是如烟夫人买通混混伪造情书的收据。你还敢狡辩？老夫人饶命！是如烟夫人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做伪证。好一个如烟！禁足期间不思悔改，拖到祠堂跪一夜，不许吃饭，不许喝水。老夫人饶命！是红袖陷害我。红袖，沈之意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一个罪臣之女，还真当自己是主子，活该被罚跪。你敢！如今府里是红袖姑娘当家，您就安心躺着吧。红袖，贱人！去打听世子今晚在何处用膳。夫人，您的腿还没好，我让你去就去，我要重新笼络程昱。程昱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只要我好言相劝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。去告诉如烟夫人，就说世子爷在书房忙公务，晚点过去。世子，如烟夫人那边菜怕是已经凉了，您先用碗羹暖暖胃吧。还是你体贴。世子，奴婢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奴婢听说，如烟夫人前些日子挪用库银买补品，实则什么？实则偷偷让人送出府外，似乎是接济了什么人。好一个如烟，禁足期间还敢挪用库银！世子息怒，或许奴婢听错了。今晚我宿在外书房，哪儿也不去。夫人，世子爷今晚宿在外书房，不来了。红袖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跟我作对？世子心里苦，奴婢知道。奴婢陪世子喝一杯吧。红袖，还是你最懂我。世子，奴婢一直仰慕世子。老夫人，奴婢肚子里已有了世子的骨肉。真的，太好了，我侯府又要添丁了。红袖既有了世子骨肉，即日起抬为通房。如烟，你屡次犯错，2个孩子以后日常照料也分给红袖。老夫人，孩子是我的命根子，你不能把他们交给这个贱人。贱人！红袖怀的是我侯府骨肉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你若再闹，就别怪我把你赶出侯府。
沈之夜，你早就知道会这样吧？看着我们斗来斗去，就像看戏一样。我还有钱，我还可以买通外面的人。红袖、沈之夜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红袖姑娘好福气，怀了世子的骨肉，日后就是侯府的姨娘了。嬷嬷说笑了，奴婢只想好好伺候世子和老夫人。3个月没下雨了，地里的庄稼全死了。求老天爷开眼吧，下点雨吧。大旱3月，民不聊生，朕决议举办祈雨大典，选拔主祭天师，凡有真才实学之人，皆可报名。臣遵旨。祈雨大典来的正是时候。小姐，这是好机会啊！谁说您离了侯府就会被厌弃？我看造福天下才是您的使命。我不需要全京城知道我的本事，但有些人是时候见见面了。听说了吗？全京城都在谈论沈相师，人家毕竟是咱大越第1女相师。要我说，就是世子无福，把人气走了，非要娶现在这个夫人。帮我递个话出去，联络一个江湖占名师，我要学几手本事。我只求出去1日，证明我不比沈之意差。若做不到，甘愿回来永不踏出房门。好，我带你去，但若丢人现眼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多谢世子。之意，世子也来了。之意，如烟她也想参加祈雨大典，我带她来报名。如烟夫人也会祈雨，那真是可喜可贺。姐姐能做到的事，妹妹自然也能做到。但愿如此。快看，真的聚云了！真是高人啊！云气已聚，甘霖将至。如烟夫人真神了，恕我近日有喜。龙神降雨，何须凡人感应？天机盘，显真。那不是通灵符，是聚云粉，30两银子1本的江湖把戏。点燃后，青烟升空，引方圆3里内云气聚集，维持不过片刻。方才的天眼神通，不过是提前买通各位府上丫鬟，打听了夫人们的私事罢。世子可知，如烟所生的2个孩子命格与侯府相克，若强行留在府中，3代气运必断。你说什么？而且那2个孩子也并非世子骨血。不，我不信。不信的话，我有方法，一验便知。你胡说什么？孩子就是程昱的，你休想污蔑我！世子，你可同意？你想怎么验？
凡间水法便可一验之真假。来人，把2个孩子的血取来验。不，程昱，你不能验，孩子是你的，我发誓。请世子刺破指尖，滴血入碗。不是我的，儿子不是我的，2个孩子都不是我的。如烟，你沈之意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不是的，孩子就是程昱的。沈之意，你在作假，你不得好死！萧程昱，这是你欠我的。小姐，侯爷他。天要下雨，与我何干？走吧。程昱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孩子的事我也不想的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，太害怕被赶出侯府。你还有脸哭？还有脸跟我提情分？说，孩子生父到底是谁？你口中的表哥究竟是何人？你若再敢有半句假话，我立刻让人把你拖出去乱棍打死！我不能说，程昱，你相信我，我对你的心是真的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不能说了他会杀了我的。贱人，你还有脸说我萧家的骨血被你拿来当幌子？你肚子里那2个野种根本不是我萧家的。老夫人说的极是。这种下贱胚子留着只会脏了侯府的地，依妾身看，不如打断他的腿，扔出府去，省得他日后出去乱说，坏了侯府的名声。妾身肚子里可是侯爷的亲果肉，可不能跟这种贱人住在一个屋檐下。侯兄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落井下石！你肚子里的是不是侯爷的种还不一定呢。哼，我肚子里的是侯爷亲自验过的，用得着你来编排？老夫人，您听听，这贱人死到临头还敢血口喷人，若不给他点教训，日后妾身和孩子在府里还怎么活？你这个毒妇，自己做了丑事还敢攀咬别人！我萧家待你不薄，你竟然……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请大夫！都是这个贱人气的。如烟，你把我母亲气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程昱，这个女人不能再留在府里了，她肚子里的野种让我萧家蒙羞。你若还认我这个娘，就把她赶出去，永远不许再踏进侯府半步。侯爷，老夫人说的对，这种贱人留在府里只会让人笑话，而且她心术不正，今日敢骗您3年，明日就敢害您全家。妾身肚子里可还怀着您的骨肉呢，万一被他冲撞了，那可怎么得了？程昱，你不能听他们的。我虽然骗了你，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。你想想这几年，我伺候你，照顾老夫人，我伺候我？你是伺候我还是气我？我这条老命差点被你气没了。程昱，你还跟他啰嗦什么？赶出去！老夫人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这种贱人，不值得。来人，把如烟拖下去，重打20大板。打完扔进西厢房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等查明真相，再做发落。20大板，程昱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身子若会打死的。打死活该，省得脏了侯府的地。萧程昱，你会后悔的。侯兄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们都不得好死。老夫人别气了，为了那种人气坏身子不值得。如今他走了，侯府就清静了。妾身会好好伺候您和侯爷的。萧程昱，你不忍，别怪我不义。你把我当玩物一般丢弃，我就让你尝尝国破家亡的滋味。沈之意，你以为你赢了？等我出了这扇门，我要你们所有人付出代价，一个都别想逃。我要让萧程昱跪在我面前求饶，我要让沈之意生不如死。之意，又在看那个如烟的命书。父亲，如烟此女眉间有逆纹，颧骨高耸而肉薄，鼻梁起结，唇薄无棱，此乃忘恩负义、卖主求荣之相。之意，你已离了侯府，侯府的事便与你无关了。萧程昱自己种下的因，就该自己承受果。就是
小姐，您都离开侯府了，还管他们做什么？那如烟怎么样，侯府怎么样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您可别再为他们忧心了。我只是……你只是心软，不该为那些不值得的人浪费心力。天机盘是用来护佑天下苍生的，不是用来替负心人操心家事。老爷说的对，小姐您就听老爷的吧。侯府的事让他们自己折腾去，咱们过咱们的日子，多好。父亲说的是，只是那如烟再如何也是侯府的事，他面相再凶，也自有萧承玉去应对。你何必替他操心？他当初可能替你想过办法。知意，你为侯府付出的够多了，从今往后你只管做你自己。青天剑的女儿，大月的天师，旁的不必再忧心。女儿记住了。就是嘛，小姐，咱们走吧，我给您泡壶好茶，别再想那些烦心事了。这才对。走，陪为夫用膳去，我让人炖了你爱喝的莲子羹。是。侯爷，查清了，如烟的救命之恩，完全是他自导自演。那些匪徒是他花200两银子雇的江湖混混，事后被他一一灭口。继续说。如烟与他表哥私通多年，那2个孩子都是他表哥的骨肉。他入府前就与他私相往来，入府后更是借回乡之名多次私会，从侯府带出去的银两大半都给了那个男人。他还在外头置了宅子，养着他那姘头。好一个如烟，骗了我整整3年，把我萧承义当傻子耍了3年。如烟，你好深的心机，好多的手段。程玉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来人，将如烟和他那2个孽种立刻赶出侯府，赶到边关去，永远不得再踏入大越国度半步。从今日起，恩断义绝。萧承玉，你会后悔的。今日你对我做的一切，我会让你加倍奉还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不，我们的游戏才刚开始。小姐，如烟被逐出侯府了，刚刚的事，而且外面的人还说世子不准她以后再踏入京都。清代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安，却又说不出缘由。小姐，那如烟心术不正，留着迟早是祸害，要不找人把她……不可，她虽有罪，但生死有命。你我修习天机之术，最忌妄动他人命数，这种事我做不得。小姐就是心善，那怎么办？就放她这么走了？派人跟着他，不要惊动，只需看他往哪个方向去，见什么人。他若安分离开，便是他命中有转机；若另有图谋，我们再做打算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人手。如烟，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。萧承玉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这侯府，我早晚要它化为灰烬。你欠我的，我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娘亲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好困。嘘，莫要出声，跟紧娘亲。萧承玉，你以为把我赶出侯府就完了？我要让你亲眼看着大月覆灭，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。还有沈之意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抢走的一切，我要你10倍奉还。什么人敢闯我北邙军营？我是来献图的，这是大楚的布防图。将军，妾身如烟原是大越侯府之人，萧承义薄情寡义，将妾身母子赶出府门。妾身特来投奔，有密宝献上，大越边关全部布防图，愿为将军效犬马之劳。好，有此图，大越边关形同虚设。来人，给这位夫人设座上茶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将军的座上宾。如烟夫人，你献此图想要什么？金银珠宝，还是荣华富贵？
我要萧承义死，我要沈之意生不如死。将军，只要您替我报仇，让切手手刃仇人，如烟愿做任何事，做牛做马都不。好，如烟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将军的军师。但你要记住，在北邙，只有有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。你若让我失望，后果你知道。如烟明白，如烟定当竭尽所能，助将军攻破大越。沈之意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以为你站在高处冷眼旁观，就能全身而退？哼！等我大军压境，我要你跪在我面前求饶。萧承玉，我要你亲眼看着你守护的大越覆灭。小姐怎么了？是不是出大事了？北方煞气骤日大盛，边关将星摇摇欲坠，光芒暗淡无光。不好，北邙要起兵了，而且此战必是大战，边关危在旦夕。清代，立刻备马，我要给萧承玉送信，边关危矣，即刻动身。是。北邙多年不敢犯境，我边关防线滴水不漏，他们若敢来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本将军的防线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将军说的是，北邙那些蛮子哪有这个胆量？有将军在，边关固若金汤。将军，京城来的加急密信，沈天师800里加急。如烟投敌。沈之意说，如烟可能投奔北邙，让我加强防卫。但那女人已经被我赶走了，能翻出什么浪来？将军，沈天师从无虚言，他既然特意来信提醒，必定事出有因，不可不防啊！是啊，将军，边关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可都在您手上，宁可多做准备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一个被赶出府的妇人，能有多大本事？加强警戒便是，不必大动干戈。传令下去，加派岗哨，严守城门，其他的按原计划执行。遵命。李希，北邙大军来了，数不清的人，漫山遍野都是。他们怎么知道我军虚实？这不可能，我的防线怎么可能被突破？这怎么可能？弓箭手，放箭！长枪兵列阵，不许后退，后退者斩！给我顶住！将军，东边防线被突破了，北邙骑兵涌进来了，挡不住了，弟兄们死伤过半，撤吧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不能撤，数万将士在此，我岂能丢下他们？今日我萧承玉就算死，也要死在这战场上。大越只有战死的将军，没有逃跑的懦夫。兄弟们，跟我杀出去！能活一个是一个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萧承玉竟然落到这步田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们！将军逃了，萧将军逃了，他丢下我们跑了，我们被抛弃了。萧承玉，朕如此信任他，封他为镇边大将军，他竟然临阵脱逃，数万将士毁于一旦，边关危在旦夕，朕要灭他九族！陛下，北邙趁胜追击，边关一旦失守，敌军长驱直入，大越危在旦夕啊！请陛下速速决断。陛下，
当务之急是立刻派援军支援边关，可朝中已无可用之将啊！怎么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出征？这养你们何用？陛下，臣女愿随援军出征，以观星研判之术助大越退敌。北邙虽强，但并非不可战胜，只要部署得当，臣女有信心击退敌军，保边关无恙。沈之意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前线刀枪无眼，九死一生。陛下，臣女知道，但现在大越将士正在流血，每多等一刻就有更多人白白送命。臣女愿以微薄之力为国尽忠，请陛下恩准。好，朕封沈之意为随军天师，统帅援军，即刻出发。凡军中事务，天师皆有调度之权。臣女定不负陛下所托，纵使粉身碎骨，也要保大越边关无恙。陛下，时不我待，请陛下即刻下令，臣女连夜出发。小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边关。边关？小姐，您疯了吗？那边在打仗啊！陛下已封我为随军天师，援军即刻出发。不行，战场刀枪无眼，你万一有个闪失……萧承玉临阵脱逃，大军群龙无首，若无人去力挽狂澜，北邙铁骑长驱直入，时局危矣。可是小姐，您已经离开侯府了，这些事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您何必拿自己的命去冒险？清代，这不是侯府的事，是大越的事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之意，你当真要去？女儿已向陛下请旨，不能反悔。为父知道拦不住你，你认准的事儿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父亲，女儿不孝。说什么不孝？边关是大越的屏障，将士在前线流血，我们在后方安稳度日，这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但之意，为父只有一句话：你娘走得早，为父就你这么一个女儿。父亲放心，女儿一定会活着回来。让奴婢跟您一起去吧。奴婢虽不会打仗，但能给小姐端茶倒水、洗衣叠被。清代跟了你多年，让她跟着去也能有个照应。清代，边关凶险，我不能带你去。小姐，奴婢不怕死，奴婢不想离开小姐。那好吧，不过一路上你要听我的话。去吧，早些回来。小姐，你已经2天没合眼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身体要垮的。北邙军虽胜，但骄兵必败，他们的弱点我已经看到了，只要一击必中，便可扭转战局。找到了，北邙军的死穴。赵将军，请看，北邙军虽胜，但兵力分散，后方粮草大营守卫空虚，我军可趁夜偷袭其粮草，断其补给。一旦粮草被烧，北邙军必乱，前线不攻自破。天师如何知晓的这般详细？北邙粮草大营位置极为隐秘，我军探子多次侦查都无果。观星研判，北邙粮草大营位于主营东北方30里处山谷中，可从西侧山江绕后，避开所有暗哨。赵将军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好，赵某就信天师一回，我这就选精锐3000，轻装简从，随本将军出发。就是现在，火攻！天师英明，粮草营被烧了个干干净净，弟兄们撤！你不是说萧承玉一败，边关唾手可得吗？现在那个沈之意坏我大事，烧了我粮草。数万大军没了补给，让我如何攻过边关？请将军息怒，沈之意确实有些手段，但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去杀了沈之意，只要沈之意一死，大军群龙无首。好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，但你若再失手，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。多谢将军。在北邙，废物是没有资格活下去的。我给你一队人马，此事你去办吧。萧承玉，你逃得了战场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要用你当刀，去杀沈之意，然后我再杀了你，一石二鸟。
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已经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还不够吗？我要你帮我杀了沈之，以此换你一条贱命。你不是曾经很威风吗？去啊，杀了他，我就让你活。别耍花样，你的命在我手里，事成之后我饶你不死。这不是威风凛凛的萧将军吗？怎么躲在这种地方？往日的风光呢？你这个毒妇，是你害我落到这步田地。若不是你把不妨图献给北邙，我怎么会……来人，把他绑了带走。我要你去杀了沈之意，事成之后，我饶你不死。好，我帮你，但你得给我机会接近他。沈之意信任我有办法把他引出来。好啊，只要此事成功，我就放过你。之意，你一定要看懂我的暗器，千万不要来呀！写，约他到边关外的落英坡相见，就说你有重要军情禀报，写的情真意切些，别让他起疑心。写好了。你派人送去吧，我了解之意，他看到我的信，一定会来的。快马送出。小姐，信上写了什么？萧承玉被胁迫了，如烟要他在落英坡设伏杀我，但这封信里，他用暗号警告我有埋伏。小姐，那怎么办？来人！之意，你一定要看懂那些暗器，千万不要来，这是陷阱，如烟要杀你。之意，这一次就算死，我也要保护你。将军，如烟以为他设了圈套，却不知我们早以反客为主。3日后的落英坡，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全凭天师调遣。沈之意果然上钩了。3日后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付出代价。明天，你亲手杀了他。萧承玉，出去，把他引过来。之意，快走，有埋伏，四面都是弓箭手，快走啊！如烟，你完了。中计了！之意，我对不起。3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当初把你修起。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真心爱过的人。别说了，省点力气。因果已了，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今日一笔勾销。愿你下辈子不要再做错选择。将军，沈之意早有防备，我中计了，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已经个女人，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，有你何用？传令下去，明日进攻大越，全军出动。北蛮来犯，我等无路可退，身后是家园，是父母妻儿，唯有死战。今日我沈之意与诸位同生共死！死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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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拓跋雄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今日就是你的末日！进攻！敌军佯攻东门，主力必攻西门。传令，主力守西门。赵将军，
你带精锐埋伏在西门外侧。那个女天使又看穿了我的部署，撤！沈之意，我必取你首级！将军，那沈之意料事如神，我们打不过啊！谁敢再言撤兵，斩！就是此刻，杀！杀！一个都别放过！快撤！长枪兵列阵，顶住！弓箭手准备，放！沈之意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！沈天师英明，沈天师威武！边关太平了，这一仗我们终于赢了。全靠天师英明。沈之意护国有功，击退北邙，朕封你为一品国师。臣女不求封赏，只求陛下善待边关将士。大越的劫难终于过去了。军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大事了？萧将军在边关大败，临阵脱逃，被一个女人杀了。你说什么？萧将军，镇边大将军萧承玉，就是他，他自己逃了，被一个女人抓去杀了，10万大军死伤过半。就是那个如烟，听说了吗？萧承之养的那个外室，后来辅政的那个，大婚之夜去陪那个卖唱的，后来还把沈天师休了。可不是吗？那如烟是北邙的细作，偷了布防图，害得大军中伏。萧将军逃了，被他抓去一刀砍了。萧家3代忠烈毁在他一个人手里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听说萧老夫人还在府里，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是可怜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老夫人，您要保重身体呀！侯爷他已经去了，您不能再有个闪失啊！我儿怎么会？啊！我萧家世代忠良，怎么就断子绝孙了？快去，把府里所有的大夫都叫来，快！老夫人这是伤心过度，气血攻心，暂时没有性命之忧。但老夫人年事已高，又受此打击，只怕……听说了吗？
萧老夫人也去了，一夜之间母子俩都没了，这家算是彻底完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当年多风光啊！皇上亲笔题写的牌匾，文武百官都来贺喜。这才几年，树倒猢狲散。要我说，都是那个如烟害的。要不是他，萧承玉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一个卖别说了，人都死了，把侯府搅得天翻地覆。走吧，走吧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停下了？这里风大，咱们快走吧。青蝶，你记不记得我加进来的第一天，这扇门是什么样子？怎么不记得？大红花轿，十里红妆，鞭炮响了一彩，连门前的石狮子都系了红绸子。可那天晚上，算了，不提。那天晚上，新郎官不在洞房，他去陪他的如烟姑娘。小姐，你还说这个做什么？都过去了，那个萧承玉不值得你再想他。我不是想他，我只是在想，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错的？也许从他把如烟带进府的那一刻，祸根就已经埋下。贪婪、薄情、猜忌、欺骗，这些东西比毒药还可怕。他们不会一下子要你的命，只会一点一点的侵蚀，直到你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无药可救。小姐，您在想什么？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没什么，走吧。萧承义，你若当初少一点自负，多听一句劝，何至于此？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。小姐，别看了，这种地方看了只会让您心里不痛快。咱们回青天院吧，老爷还等着你呢。贪婪和薄情终究会毁掉一切，侯府如此，人心如此。这世上有些错可以弥补，有些错只能用命来还。救命啊！我喘不上气。这是瘟疫，快跑啊！太医院怎么说？到底有没有办法？陛下，臣等医术浅薄，查不出病因啊！臣等罪该万死。一群废物，养你们何用？大越遭此大难，国师可有办法救救百姓？陛下，观测结果显示，瘟疫源于城北一口枯井，井中积有腐烂死鼠，是瘟疫之源。需封井救人，再以药理疏导，全力救治。好，朕拨调太医和药材，全归你调度。凡阻拦救治者，斩。臣女领旨。来人，立刻封了这口井，用石灰填满，周围房屋全部疏散。此方需以金银花、连敲、板蓝根等药材熬制，连服7日方可见效。立刻采购药材，不得延误。国库吃紧，前番边关战事耗费巨大，如今又遇瘟疫。陛下，人命关天，钱财乃身外之物。若疫情失控，大越危矣，请陛下以万民为重。准奏，朕把国库钥匙交给你，要多少拿多少，只要能救百姓，朕不惜一切代价。谢陛下。沈天师，救命啊！我全家都病倒了，求您救救我们！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只要按时服药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小姐，您歇一会儿吧，您已经3天没喝养了。我多撑一刻，就能多救1人。青蟹，你去熬药，别耽误。不对，这药方还缺一味引子。普通的药材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，还差一味关键的药。雪参，需要雪参做引子。雪参只有北境雪山才有，且需新鲜的，干的效果大打折扣，而且山路险峻，鲜有人能攀上。
沈天师，那山路太险了，根本上不去啊！我们爬了一半就滑下来了。看来我必须亲自去一趟。雪深关系到千万百姓的性命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备马，我即刻出发。小姐，太危险了，您前进之躯，万一有个闪失。没有雪深，救不了重症者，我必须去。清代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如果我1个时辰还没下来，你就回去，告诉皇上，让他另寻良医。找到了，太好了，百姓们有救了。这一趟值得。沈天师找到救命药了！沈天师又从鬼门关把人拉回来了。天师医术通神，老夫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大人请起，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沈天师救命之恩！多谢沈天师，我感觉好多了，能喘上气了。别说话，保存肌力，再服3天药，你就能下床走动了。沈天师，求您救救我爹，他还没见到孙子出生啊！活了，活了！沈天师把死人救活了，这是神医啊！沈天师医术通神，活神仙啊！您就是我们大岳的守护神。你们这样下去，只会害死更多人。把病人交出来，我保证治好他们，分文不取。你们想想，如果因为你们的隐瞒，让瘟疫再次蔓延，你们良心过得去吗？沈天师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永生难忘。你们都平安，我就放心了。沈之义拯救万民，与大岳有再造之功。朕赏黄金10000两，赐国师府1座，绸缎1000匹，封大岳第1国师。陛下，臣女不要赏赐。臣女只求陛下拨款重建被疫情摧毁的村庄，安置那些失去亲人的百姓，他们才是这场灾难中最可怜的人。黄金10000两不如1间茅屋，1000匹绸缎不如1碗热粥。沈天师万岁！救命恩人万岁！大岳的守护长！天师姐姐，这是我娘让我送给您的，她说您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。陛下，经此一役，臣女深感防疫之重要。若再有瘟疫，有了常备药局，就能第一时间控制，不至于蔓延全国。臣女建议在各州县设立惠民药局，配备常驻医官和药材储备，平日施药救人，一时紧急应对。准奏，命你主持筹建，全国推行，所需银两直接从国库拨调。谢陛下，臣女定不负圣恩。医官人选需考核医术医德，宁缺毋滥。药材储备标准按我写的清单执行，各地务必一致。属下遵命。愿天下再无瘟疫，
百姓安之乐业。有沈天师在，我们不怕任何灾难。以前生病了只能硬扛，现在有了药局，看病抓药方便多了。是啊，我家娃上次发烧就是药局的医官治好的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愿天下再无瘟疫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不好，来年将有水患，东方乌云密布，主大水之灾。若不提前防范，恐有灭顶之祸，河堤必溃，庄稼必毁，百姓必遭涂炭。天师，您虽有功，但水患岂能预测？兴修水利耗费巨大，动辄数百万两银子，万一水患没来，这些钱岂不是打了水漂？按国师说的办，朕信他。工部立刻着手准备，不得延误。这么大的雨，往年肯定要决堤了，今年的庄稼怕是要全毁了。不怕，沈天师让加固了河堤，他说不会有事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沈天师真神了，连水患都能提前算到，您就是我们大越的守护神啊！大越有沈之仪，是朕之幸，是万民之幸。有他在，朕无忧矣。南方将有蝗灾，天干物燥，一生蝗虫，虫灾将至，需提前预警，做好防范，否则庄稼将颗粒无收。按国师说的办，准备捕蝗，各家各户出人力，守住自家田地。感谢沈天师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以前蝗灾一来，庄稼全毁，今年竟然保住了大半。北方将有旱灾，天干地裂，庄稼枯萎，河流干涸。陛下，北方天干地燥，来年必有旱灾，需提前打井蓄水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这是臣女绘制的打井位置图，请陛下过目。国师真是用心良苦，朕即刻下令按图施工。国师，你救了大越多少次，朕都数不清了，朕该如何谢你？陛下，臣女只是做该做的事。身为大越子民，守护这片土地是臣女的本分。臣女不求回报，只求百姓平安。朕要封你为侯，赐你封地万里。臣女不要爵位，只求陛下爱惜百姓，轻徭薄赋，让天下苍生都能安居乐业。贵国那位沈天师神通广大，能推演天机，预知祸福，天下闻名。我国连年灾荒，百姓困苦，不知可否借贵国天师一用？愿以千金相聘，绝不亏待。我国愿以10座城池相换。沈之意是大越的国宝，千金不换。他就是朕的半壁江山，岂能外借？10座城池也不行。我哪儿也不去，大越是我的家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要守护的。生是大越人，死是大越魂。国师，朕要为你建一座功德碑，高10丈，刻金大字，让后世永远记住你的功劳。碑上写大越国师沈之意拯救万民之功，流芳百世。陛下，立碑耗费民力，需动用数千工匠，花费数十万两银子，不如省下银子救济百姓，修桥铺路，造福一方。
臣女不求名垂青史，只求百姓安居乐业。虚名对臣女而言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你总是这样，把百姓放在第一位，从不为自己着想。朕听你的。沈天师不让立碑，但我们心里记着他的好。他救了我们的命，这恩情一辈子都还不完。他就是我们大越的守护神，没有他，我们早就在瘟疫中死光了。在百姓心里，您就是守护神，这是百姓的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您为百姓付出的一切，百姓都记在心里。朕老了，该歇歇了。太子聪明仁厚，可继承大统。国师，朕走后，还请你继续辅佐新皇，保我大越江山永固。朕这一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信了你。臣女定当尽心辅佐，不负皇上所托。皇上放心，臣女在，大越就在。朕尊国师为天机国师，位同三公。天象难测，臣女不敢说万无一失，但必竭尽全力守护大越每一寸土地。只要臣女还有一口气，就不会让大越受半点伤害。有国师在，朕心安。朕愿与国师一道，共创大越盛世。小姐，你年纪大了，该歇歇了。您为大越操劳了一辈子，也该为自己活一回了。只要我还能动，就要守着这片天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清代，你跟着我辛苦了，这辈子有你相伴，是我最大的福气。3日内地动，所有人搬出屋子，快带上干粮和衣物，到城外空地避难。时间紧迫，不要犹豫。天师英明，又救了我们一命，您要长命百岁啊！你们都平安，我就放心了。记住，天文历法之术只为护佑百姓，不可用于私欲。你要以天下苍生为重，不忘初心。若有违此事，必受天下人唾弃。弟子谨记师尊教诲，定不负师尊所托，守护大越，至死方休。小姐，您歇歇吧，您已经完成了使命。大越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。此生无悔，愿大越万事太平，百姓平安。